有想到有一天会是让弹头博士演出这么深情的剧情。我觉得他这么努力的在演，起码应该给他1.5人份的钱吧。影片中有大量爆雷，观看时请多加注意。如果喜欢影片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分享，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大家好，我是正风。大家好，我是小颖。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是《音速小子3》。这部电影主要是在描述接续上集击败死代机器人后，纳克鲁斯与塔尔斯也一起住进了汤姆家。就在大伙庆祝索尼克到地球的纪念日时，居恩的洛克威尔找上门，希望三人协助解决在东京发生的事件。借助机环到达日本后，三人发现长相与索尼克相似的黑色刺猬夏特。交战后，三人不敌夏特惨败。就在夏特消失后，三人与居恩的指挥官华特将军见面，得知夏特在50年前就已经来到地球，由于他能操控强大的混沌能量，于是被美国军方控制。但某次实验失败造成重大伤亡，让军方决定封印夏特，而沉眠已久的夏特却不知道被谁唤醒。此时弹头博士的机器人来袭，混乱中一名神秘人闯入停下所有机器人并迅速离开。华特将军在袭击中受伤，失去意识前，他将剧院秘密兵器的钥匙交给索尼克。三人追踪神秘人，发现他是弹头博士的助手史东。原来放出夏特跟袭击他们都不是弹头博士的计划。史东带着三人找到已经过上荒废生活的弹头博士，一知道有人使用自己的机器人，弹头博士生气地找出了真正凶手所在之处。索尼克也决定暂时与弹头博士合作。五人来到幕后黑手的所在地，也就是多年前夏特所待的军方实验室。他们兵分三路寻找线索，却逐一被夏特打败，也意外发现幕后黑手正是弹头博士的祖父杰拉德博士。他想要启动 GUN 的秘密兵器日食加农炮，征服世界。渴望家人的弹头博士毫不犹豫地抛下索尼克等人，加入杰拉德博士。在抢走索尼克身上的钥匙后，他们将目标锁定在 GUN 总部的另外一把钥匙上。三人逃出军方实验室后，寻求汤姆及麦蒂的协助，一起潜入 GUN， 想要阻止弹头博士。三方人马在一阵混战后，汤姆成功取得钥匙，但却被夏特失手打伤，夺走钥匙。汤姆重伤昏厥后，索尼克抑制不住对夏特的愤怒，强取了由纳克鲁斯保管的王者翡翠，再次化身为超级索尼克，打算找夏特复仇。同时间，夏特及弹头博士、杰拉德博士等人已经操控日食加农炮升上太空，并利用夏特的混沌之力填充能量，准备发射光束毁灭地球。此时，弹头博士才发现，杰拉德博士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与他一起征服世界，只是想要毁灭地球，替孙女复仇。此时，超级索尼克追了上来，夏特出面迎战。在战斗中，夏特一度屈居下风，他不断挑衅索尼克，想要让索尼克了解他的愤怒。原来，当年夏特来到地球时，与杰拉德博士的孙女玛利亚成为了好友，但玛利亚却在军方的失误下死去，让疼爱孙女的杰拉德博士以及夏特心生恨意，决定要毁灭地球作为报复。但在最后关头，没有下死手的索尼克，让夏特意识到这不是玛利亚想要看到的结局。放下仇恨的夏特与索尼克一起利用王者翡翠的能量，打算阻止杰拉德博士。弹头博士虽然也尽力阻止，但仍不敌杰拉德博士。最后加农炮顺利发射，夏特及索尼克两人一起阻挡射向地球的光束，而弹头博士在随后赶来的纳克鲁斯及塔尔斯帮助下，打败了杰拉德博士。由于无法停止机器运转，他们决定将雷射转向避开地球。成功守护地球后，精疲力尽的索尼克昏厥朝地球坠落。纳克鲁斯与塔尔斯为了救索尼克，一起离开日食加农炮。留在控制室的弹头博士告知夏特，加农炮就快要爆炸了，到时地球将会因为辐射而重创。为了拯救众人，弹头博士牺牲自己，拖延爆炸时间。夏特则将加农炮推离地球以减少影响。弹头博士与夏特牺牲了自己，成功拯救地球。索尼克也在朋友的帮助下安全落地。没意外的话，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年最后一部电影。比起去年的最后一部电影，我很庆幸今年最后一部看的是《音速小子3》。以一部娱乐导向的商业片来讲，这部电影它几乎找不到任何的缺点。要动作戏有动作戏，要搞笑有搞笑，要吐槽有吐槽，要讲大道理它也有大道理。全部的元素都用很巧妙的比例融合在这部电影里面，可以让你感受到它有足够的高潮起伏，不会有太多无聊烦闷的桥段，节奏掌握得非常好。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缺点，真的要找的话，相信还是找得出来的。但它本身的优点大到让你可以去无视那些部分，只要好好的享受电影带给你的快乐就好了。基本上我是很推荐这部电影的，但我相信大家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应该也会有很多个疑问，毕竟已经是第3集了，所以会觉得我没有看第1集跟第2集，是不是就不适合看这部了？我个人的感想是还好，直接去看第3集，我想应该也不会带来太大的问题，只是你从角色上面得到的感觉会少上一些，你一样可以感受到专属于这部片里面每个角色的成长，但是你会少掉那一个从第1集到第3集阶段式的改变。以一部续集电影来讲，《音速小子》这个系列做的最好的就是
它每一集都会有一个中心思想，然后在那一集内，它会贯彻着这个中心思想，把故事很好的讲完，让主角得到应有的角色成长。到了第3集，理论上这个流程已经进行了第3次，我们或许应该要感到无趣了。但它每一集的中心思想都掌握得很好，所以我们在每一集里面可以看到索尼克的成长，但3集连贯在一起，又可以感受到索尼克从第1集掉落到地球的孤单外星人，慢慢的一集一集的成长，并且加深他跟汤姆以及其他所有伙伴们的羁绊。而且第3集开头有个地方我觉得还蛮巧妙的，虽然我们在第2集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他跟塔尔斯还有纳克鲁斯成为朋友，但是到第3集虽然在设定上是这样子，但他们没有马上就变得合作无间。这一集索尼克也是在慢慢的学习要如何跟塔尔斯还有纳克鲁斯配合。对我来讲，它作为续集电影最优秀的部分是，即使今天他出了一部新的作品，他也不会就忘记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有过的设定。比如说王者翡翠，老实讲，我看到这一集有很认真的告诉你，现在王者翡翠去哪了，他为什么收起来了，还有记得要把王者翡翠拿出来用来打夏特这件事情，我还蛮意外的。在这一集里面，他就用官方的方式告诉你，没有，我们不能这么做，不可以一开始就变成超级索尼克，那样子不好。他还有记得去圆这一种平常大家都会习惯性视而不见的小漏洞。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提的，应该就是弹头博士了吧？这次开场是以一个颓废肥仔的形象出现，越来越像我们熟悉的游戏中的那个形象了。讲到弹头博士，就不得不提到金凯瑞这一次一个人分饰2角，演弹头博士以及杰拉德博士。老实讲，他的表现实在是很出彩。这2个角色虽然很类似，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角色的内心世界是不一样的。弹头博士他是一个以征服世界为目的，然后偏欢乐的反派，而杰拉德博士他虽然表面上是在配合着弹头博士，但他的内心是跟夏特一样，有着很强烈的复仇欲望。前面看到他就像是第2个弹头博士一样，2个人互相搭配搞笑，但是会随着他的计划慢慢达成，他给人的气场也会慢慢的变得更加的严肃凶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金凯瑞要自己跟自己对戏，我觉得他这么努力的在演这2个角色，却还只能拿1人份的钱，真的是太过分了。起码应该给他1.5人份吧。我要讲到杰拉德博士啊，因为剧情后面有演到杰拉德博士已经成功可以发射日食加农炮之后，就对弹头博士比较爱理不理，也不太去安抚他的情绪。他甚至讲出弹头博士是没有办法替代他的孙女的，不禁让人有种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血缘关系，还是只是杰拉德博士一直都在演，虽然他们看起来真的也蛮像的。如果以游戏里面的设定来讲的话，他们的确是有血缘关系的。我相信这部片应该也是遵照了这个设定，只是就像你讲的，难免会让人有一种杰拉德博士他也太重女轻男了，他心中完全只有玛利亚，不存在任何弹头博士的空间。虽然也能理解，因为他跟弹头博士也没有任何相处，就只有这一集稍微相处了一段时间，但不在乎到这种程度，也是觉得弹头博士挺可怜的啊。然后这部片的另外一个反派夏特真的是设计的太好了，从他一登场时那高傲帅气的样子，到后面慢慢的揭开他那脆弱的内心，这个角色真的是充满着一种天生的吸引力。而且我觉得让他跟索尼克做对比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决定。2个身份背景相似的角色经历了类似的意外后，因为一个不同的决定达到了彼此开导的作用。对复仇感到质疑的夏特想要煽动索尼克伤害自己来巩固心中的憎恨，却从索尼克停手的行为中发现自己的错误。而索尼克也是借由夏特看见了被愤怒冲昏了头一意孤行的自己，这些都让这2个角色产生了紧密的连结跟互动。在这个部分，这部片还有一个我也很喜欢的优点，就在于它不会抛弃掉任何一个出现过的角色，你不会感觉到说这个作品里面有哪一个角色是出来之后就被剧情给抛在后面的。每一个角色都对故事有着很重大的影响，而且每个人彼此之间都有着很重要的联系。第3集人类的戏份比前2集还要少上许多，但是你也不会因此就觉得汤姆跟麦蒂不重要，他们2个在索尼克的计划以及在他的精神上面依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不论是正面的引导着索尼克，又或者是让他犯下错误，都使他们的存在感依然十分的强大，不会因为减少了戏份而感受到他们的不重要。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一集的登场人数变得太多了，不管是正方还是反方，很显然的，他们决定在这一集把人类的戏份比较多的是琢磨在夏特跟玛利亚的部分上面。那当然相对来讲，汤姆跟麦蒂就减少了许多，但其实这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2个已经有2集的戏份。如果是这个系列的观众对这2个人早就已经
经很了解了，我们不需要再更多的笔墨去描绘他们。而且他们这一集占的戏份虽然不多，但是很重的，特别是汤姆。而且我觉得不仅限于汤姆跟麦蒂，像这种团队型的作品，有的时候就会经常出现某一个人特别强大，其他人就会变成摆设。但是在这一部，我们是可以看到塔尔斯、纳克鲁斯跟索尼克3个人是有在互相帮助的，大家都有十足的发挥，不论是在动作戏还是在文戏的地方。而且他们并没有把这个角色之间的联系仅限于主角之间，而是有把他们扩散到反派。比方说塔尔斯跟史东的对话，就让史东开始去反思自己跟弹头博士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然后再从史东去辐射到弹头博士身上，让我们去感受到他跟史东之间对于家人的理解、对于好友的理解的差异，也因此才会产生这一集的结尾我觉得最催泪的地方。当弹头博士决定要为了人类而牺牲自己时，他对史东的那一段真情告白真的很感人。只能说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是让弹头博士演出这么深情的剧情，真的是让人感受到金凯瑞的演技有多好。在经历过杰拉德博士的背叛之后，你可以感受到弹头博士也开始认真的去思考，真正对自己来讲重要的人是谁？到底重要的是血缘关系，还是一直以来陪在自己身边的人？虽然他最后讲的话还是很臭啊，但我相信史东听到的时候，应该多少已经觉得很感动了吧？作为观众，我已经被那一段戏给感动到了。除了像这样子比较深度基于每个角色之间关系的文戏之外，我觉得他在比较浅的部分，也就是娱乐的部分做的一样非常的好。像是前面我有提到的动作戏，这部片进到第3幕之后，超级索尼克跟超级夏特之间的打戏真的十分精彩，不论是两人在地球上互打的地方，又或者是他们合作对抗杰拉德博士机器人的地方，都会让人目不转睛，甚至可以让你忽视掉在某些特定的桥段CG做得很烂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了，大概就是每个角色说干话吐槽的功力真的很强，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干话并不需要你有很深的知识储备，你就可以轻松的去感受到它的快乐，有一种好像在看史事的感觉。可是他又没有像史事需要这么广泛的知识储备，他的入门门槛比较低。我觉得这对轻度观众来讲是很友善的一件事情。比方说像我们之前看史事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里面很多句吐槽，如果你不够了解英雄片，甚至是美国娱乐圈以及演员之间的梗的话，你就会 get 不到他的笑点。但是《音速小子3》它就很浅，让你轻易感受到他的乐趣。除了那些比较浅的吐槽之外，在电影里面各个画面或者小角落也塞入了很多，如果你是《音速小子》系列忠实粉丝的话，看到会很惊喜的小彩蛋，像是在东京的时候，索尼克他们聚餐的餐厅，还有玛利亚跟夏特他们看着电视里面出现的宇宙怪物，在这些小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制作组他们不但有想要让没接触过系列的粉丝感受到快乐，也没有遗忘掉想要让一直以来支持音速小子的粉丝们感受到他们的诚意。这系列真的是电玩改编电影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整体来讲的话，关于这部电影，我真心的觉得2024的最后一部电影是《音速小子3》，真的是太好了。以一部商业娱乐片来讲，这部片几乎没有缺点，每一集从一而终的故事中心思想，1到3集循序渐进的角色成长，华丽精彩的动作场面，吸引人又有魅力的反派，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让这部片在观看的过程中不会有太多时间感到无聊，可以很轻松愉快的享受电影。故事中各种吐槽更让人联想到死侍，但是这些梗的深度又不会像死侍那样刁钻，即使是不熟悉电影圈或者是宅文化的，应该也都能会心一笑。另外，电影内也塞进了许多给系列粉丝的彩蛋，让这部不论是过路客还是忠实粉丝都可以感受到满满的乐趣。那关于这部电影就聊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也记得订阅频道，追踪粉丝团跟 IG。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